赵露思接下来会不会走司法程序？第二，王导，你凭什么说赵露思这次已经赌赢了？那3个月之后她必能复出？以及还有人说这个赵露思的病情，你确定就是真的吗？万一她作假了呢？带着这所有的疑问，我在针对上期视频再进行一个补充和全新的一个解读。说到这儿，还没有给王导去点关注的，再不点关注，我觉得有点过不去了。因为为了这件事情，我真的问遍了我所有的朋友，包括律师朋友，包括我在这个圈子奋斗了15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断和解读。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就麻烦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指，给王导点点关注就好了。我承认我是在蹭流量，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再一遍遍的进行解读了，因为做自媒体，所有人都在蹭流量。我现在没戏拍了，我只能靠自媒体养活我自己。常看我节目都知道，我这人永远做人做事坦坦荡荡，无愧于心。评论里边有人说，王导你直播都是说赵露思飘了，我在这儿我也从来不否认过。赵露思从湖南卫视出来之后，难道你不觉得她飘了吗？因为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讲，因为是听我业内的一些朋友所告诉我的。那我就讲一些大众都耳熟能详的一些事件吧。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一个采访我也看到了，别人问那个徐我要演这部戏大概什么时候能播，他张口就来了一句，那玩意儿啥时候播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所以我们要演，而且许我要演，许你们要演。那玩意儿半天不播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马上了，咱们这个玩意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期待起来吧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哪方面有问题，咱们也不知道，反正期待起来了，我们都预约起来了，好不好啊？那他把一部戏能形容成那玩意儿，其实说实话，这是对整个事儿的组、对所有的主创、对导演、对其他的演员极为不尊重的一个表现。这是对自己甚至都有些不尊重。这是能摆上千号人努力几个月共同的结晶，你把一部戏、一部作品称之为那玩意儿，是不是有点飘了？我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坦坦荡荡的，我说过，我就是敢承认，但是我永远都是客观公正的评价，一码事归一码事。当他受到公司霸凌的时候，所以去年我维护了，发了一个视频，流量特别大，还维护了他的声誉。所以一码归一码，演技的问题我也说过他的一些问题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是客观平正的去评价一个艺人。当然我说到这儿，有些脑残粉又可能有接受不了，无所谓，我的视频包括我吸引的粉丝，我不希望接触一些脑残粉，因为对于脑残们来讲，明星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，比他的衣食父母都要亲，明星吐口口水在他们那儿都可以当成圣水。我的视频更愿意让一些偏理性一点的观众来去接受，有思辨能力的人来接受。所以脑残粉说到这儿，你们可以从这儿划走了。所以很多事情一码归一码，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个视频里我提到，很多人问我说，你为什么希望赵露思以后别飘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演戏？对的，我接下来你上个视频我已经提到了别的资本，这个视频我全新解读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别的资本，这个资本的重要性我待会儿会跟你来讲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接下来露丝3个月之后基本上必会复出的原因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赵露思的病情会不会是假的？这个检测精神报告，我个人推断他不会傻到会拿出这个做一个假的这种精神报告会出来。如果他真的他胆儿大到这个程度，简直是欺骗了所有人，欺骗了所有的粉丝，欺骗了公司，甚至欺骗我说的现在的新资本，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他以后你别说当艺人了，你做什么你都做不成功，包括你带货，昨天不是说开小面馆吗？因为你败坏了所有的人里边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就是这件精神报告是假的这件事情，网上很多谣言这件事，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可以辟谣了。那么第二，会不会走司法程序？昨天我说过了，因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症是属于不可抵抗的因素，任何合同里边都有这样一条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可以不用承担一些法律责任，但是我也知道走司法程序光仅靠那样一个报告是不可以当成证据的。如果真的对簿公堂的话，那么会根据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要满足下边几个条件。你比如第一就是症状表现以及病程的要求，以及排除其他疾病，而且必须要提供医学证据、专家证词、时间线一致性等等这些材料才可以当成一些证据。这里边我表述的可能就比较简短，如果你不懂的话可以网上去搜下资料，必须要拿出所有的资料之后才能当成一个证据。昨天我说的3个月之后能复出，并不是指的是一定要去打官司，因为打官司大家都知道，赵露思的那个发言你也看得到，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耗也把他给耗死了。但是会不会走？应该会走，走的话只是给公众一个交代，很多事情私下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。接下来就是我说的重点了。首先，那么银河苦役他目前的诉求是什么？他诉求大家的闭着眼睛都可以想到，我冷处理嘛，反正我有一纸合同嘛，你想解约那没办法，你就拿出违约金出来嘛。现在他巴不得赵露思去解约，然后榨取高额天价的违约金。但是赵露思从目前昨天发微博的那一刻起，包括晒出了他的精神报告单，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，于此网破，就是我挣不着钱还要赔偿高额的违约金，我挣不着钱你也别挣着钱，已经做好了两败俱伤的准备。那为什么公司到现在还有恃无恐呢？我不知道赵露思的他的那个回复里边那个有一句话你们有没有看到？说到这儿我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，其实我不敢说100%的艺人，至少95%的艺人签了公司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黑料，这些黑料就成为了资本以后要挟艺人的法器。想解约
这个就是能够牵制你的手段。很多人说王导，那我喜欢的这个艺人很干净啊，人品很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有黑料呢？你太小瞧资本的手段了。你记住一句话，往往坑害你的人永远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这句话，叫资本做局。什么叫资本做局？就是很多事情在你不知不觉当中，你已经涉入了他们的圈套，而这个圈套你已经被圈套到里边了，这就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法器。之前解约的案例当中有一些艺人，其实我不说，你们都应该知道。所以这也是公司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牵制赵露思唯一的法器。你看露思她这句话里边说了，在北海道的时候我有什么无数的录音，无数的证据。这句话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露丝也有公司的料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家彼此还给对方留有最后的体面，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互相爆对方极大黑料的这个程度。那什么时候陆续的料会爆出来？会不会爆这个料？那就是说，那接下来的这个资本那个价格能不能谈拢？如果说谈不拢，真的到已经逼得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你们会看到更精彩的斗争，那有可能就是互相彼此爆黑料的时候。那赵露思现在他都无所谓了，所以他敢鱼死网破嘛。我挣不着钱，哪怕你把那些证据全部公布出来，大不了就把我封杀了嘛，对吧？反正现在我也有钱，所以他昨天直播的时候说不行，我要去开个面馆什么的。所以现在就是对峙的局面。接下来的重点又来了，那我为什么说既然有证据，那为什么说周六3个月之后必营业呢？是因为我判断现在应该已经有新的资本介入了，想签掉赵露思，所以这都是我个人的判断，这都是露思和新资本精心策划的一场局而已。他这个精神报告是7月16号出来的，离现在为止也就10来天的时间，所以前段时间是某些事件的热度特别大，等那个热度过去之后，马上这个事情就搬出来了。所以，那么现在露思跟公司鱼死网破，为什么敢鱼死网破？就是因为有新的资本介入。这个新的资本介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跟公司来协商，比如说违约金要高达，咱就随便举个数，比如说5个亿吧。那现在如果说你跟露思现在闹掰了，你1分钱你也挣不着，对吧？露思也挣不着，这才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资本都是逐利的，所以这个资本会跟这个银河苦云那边去聊。那现在比如说以低价的形式，随便举个例子，比如说5000或者1个亿，是否就可以把露思从公司里边给解约出来？所以我个人判断，现在基本上另外一家资本应该在跟银河苦云在协商价格的问题，但是这个价格得需要一段时间再去谈判，因为价格必然是不菲的，具体多少钱这个我们不得而知，但绝对远远会低于天价违约金。很多人说到这儿可能说王导不信，今天露思的热搜再次佐证了我的这个推断。露思为什么去做直播啊？很多人会说了，王导那仅仅是为了安抚粉丝啊，说我现在已经没事，是我不否认有这方面的目的啊，告诉我现在精神状态还可以，告诉粉丝不要担心我。除了这个目的之外，你听听我的解读，这是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实力，以及接下来能给接下来新资本能带来多少商业价值的一个展示。因为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给赎出来，你得证明自己，你得值这个商业价值。比如说签到一家新的资本，你要签10年，这10年里边人家花1个亿，你是否能挣5个亿、10个亿回报给他们？所以今天你能看到热搜，就是直播了那么一会儿，同款衣服现在就一扫而空，全没了。他吃的那个面馆一下就一夜之间就爆火了，而且他的粉丝量通过昨天那场直播这件事情一下涨了将近100万粉丝，就是他的目前的一举一动都能带来很大的声量，以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。这是露思给这个新资本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，所以这也是露思昨天直播的时候为什么会说这是崩溃后的平静，这个时候应该就进入了谈判时期。所以还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断，因为我个人觉得以赵露思目前她的价值，如果签10年的话，哪怕你赔个1个亿，很多人说王导现在影视寒冬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拿1个亿？对资本来讲他们是逐利的，他看露思上能不能比如再签一个重新的5年或者10年、7年或者10年，能不能给他带来超过这个违约金的这个价钱。我个人判断，如果是我愿意这么去做，我愿意去赌一把。因为你们很多人不知道，一个顶级艺人能给公司到底能赚多少钱，前提是跟公司之间合作共赢，不能再出像类似于一个苦役这样的幺蛾子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赵露思接下来要踏踏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演戏，以后千万别飘了，也千万别再任性了。因为娱乐圈不是你随意去任性的这样一个天地，资本更喜欢的是乖巧的、听话的。一些小孩说到这，完了我就不信命，我就是愿意与天斗。我都无语了，你愿意跟谁斗跟谁斗。我觉得跟有些人聊，我都觉得对牛弹琴，你跟谁斗都行，你跟宇宙斗去我都犯不着你，你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。所以综合方面，这也是我说接下来露思3个月之后基本我觉得可以营业的我的判断的依据。当然以上所有的话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断。说到这儿还是那句话偏理性的人觉得王导分析有道理的，千万别忘了给王导点点关注。为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调阅了所有的资料，然后问了我周边所有该能问的朋友，煞费苦心，
以后关于娱乐圈里的任何事情，包括热搜上不懂的事情，自己真假难辨的事情，都可以向我来咨询，我会尽可能的一一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。别的骂王导儿，你是导演怎么就不去拍戏了？我已经回复了无数遍了，今天再回复一点点，我没戏可拍了。不是所有的导演都有戏拍的，我不是什么大导演，现在影视寒冬，我现在做自媒体，我自力更生，我靠自媒体来养活我自己，所以我还会带货。也不要再说王导你为什么去带货了，我不丢脸，带货不违法，明星也得带货，大企业家也得带货，我只是为了我能活下去而已。但是我带货也好，做任何事情也好，我坦坦荡荡，无愧于心，好吧？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王导点点关注，你们的关注才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最后一码归一码，人家现在都已经病了，还是希望露丝接下来能够好好养病，尽快的回到你真正热爱的演艺道路上来。